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美国大选的辩论？我也是确实被这个辩论惊到了。The 46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oe Biden.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Trump. I've never seen anybody lie like this guy. You have the morals of an alley cat. 现在的拜登总统确实是年纪比较大了哈。我们讲说呢，一个辩论其实并不能完全决定最终大选会是谁当选哈。其实呢，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我们当然更关心的是这个美国大选对市场的影响。那作为我们周期派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美国大选周期的市场表现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大选周期呢，基本上4年，对吧？这个4年呢，其实跟我们常见的这个库存周期又比较接近。把数据拿出来，好好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美国的大选周期确实对市场有显著的影响，能不能从这个周期当中找到大选周期内的底部还顶部，能通过市场来看一看这个大选的结果哈，咱们也八卦一下，然后呢，接下去市场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我们说美国大选周期呢是每4年一次，这个跟库存周期的长度有点像哈。总统当选之后的第1年呢，一般他会推行最艰难的政策，实施最难的国际动作，都是在这1年产生哈。第2年我们叫中期选举年，那这第2年呢会比较乱套哈，因为他要选择这个国会的全部众议院，还有1/3的参议院，以及一些地方的州长啊、官员啊什么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些相互之间的妥协啊、竞争啊，就很乱，不确定性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容易产生市场底部。然后呢，就是任期的第3年，这个时候前面的艰难的政策在前面推行啊，后面要做容易的事情，让市场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刺激市场，要采取更有利于经济的一些政策来提高接下去连任的机会，争取让经济数据变得比较好，对吧？市场才会给他一些积极的反应，选民才会给他投票。然后呢，就是选举年了，也就是在每4年的11月。那我们现在是2024年，也就是选举年。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整个大选周期这个4年的轮回当中，每1年市场都会如何表现哈？我们来看任期第1年呢，我们刚才讲了，它会在前半段处理最不受欢迎的举措啊，这些很难去实施的这些动作呢，肯定是在前面去做，你在后面去做，不就会影响下一次的竞选？所以我们美国就会有这个总统后年度综合症，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多数严重的熊市呢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哈，比如说29年、37年、57年、69年、73年、77年跟81年，甚至战争也是会在选举之后才会去发动，在选举之后任期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大幅度的波动，像这种大幅度的波动，也就是说熊市开始的时候，这还不是最惨呢，最惨其实是中期选举年，就是最不确定的这1年。大家知道哈，美国除了总统呢，还有国会。那国会呢有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参议院跟众议院啊，一个是提交决策，一个是审核决策，所以这1年呢是最不稳定的1年，这个时候不确定性非常高，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是市场最底部的时候，一般是在第4季度，就是说4年的任期，第1年、第2年、第3年、第4年，在这个第2年当中会产生的市场的底部。那我们再看呢，预选年，也就是竞选的前1年，也就是去年。那我们从过去的数据来看呢，选举前1年的涨幅是最好的。从1945年以来，预选年没有1年指数是负的。为啥？因为政府总统会采取措施来刺激经济，提高连任的机会，包括增加政府的支出、财政减税，然后新的经济刺激的方案，市场信心增加，所以它市场会最好，往往都是这1年是最好。也就是说，第1年可能是熊市的开始，然后第2年是熊市的底部，往往在第4季度，第3年是市场最好的时候。那现在呢，就是选举年，也就是我们最关心的时候，对吧？那选举年一般会发生什么？我们来看选举年，也就是现在2024年哈，我们仔细看这个选举年怎么去分哈？这是从1月到12月，好，这是过去从1949年到2022年所有的选举年的行情拿出来做的一个表格。
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1949年到2022年所有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市场的表现，平均的表现呢，就是这条黑色的线。如果现任总统参选，就是这个绿色的线。红色线是啥？是现任总统放弃了，他不参选。然后是公开的，就是谁爱来选谁来选，理论上是这样，对吧？不确定性更高，所以它就不太好。那市场最痛恨的就是不确定性，所以当有现任总统来参与的时候，人们会预期说，哎，政策应该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国际的政治差不多，它的策略也是一样的，它比较稳定。所以大家会更喜欢确定性。好，我们这样理解，现任总统参选的这个竞选年，市场总体它会表现更好，尤其是后面2个月，发现了吗？11月跟12月。那我们看呢，这是一个轮回哈，1949年一直到2020年，每4年的一个轮回。那当选第1年呢，一个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平均涨幅是这样的，标普500是这样的，纳斯达克是这样的哈。然后我们再看第2年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我们会发现第2年会有个负数，对吧？而且第2年呢会比较低。我们看的其实是个平均数，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市场大的底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年产生的哈。然后最好的年份就是这一年，看我从平均数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然后呢，在竞选年的时候，市场也不错。一般情况下，它是一个这样的走势。过去的70多年，每一轮的竞选周期的时候，它会怎么表现？好，这是他当选第1年，这是中期选举年，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市场底部。然后到第3年的时候，预选年的时候，它市场是最好的啊。后面这个没有前面第3年好，但是也还不错。好，那我们看呢，这是纳斯达克，看啊，这个蓝色的线呢是纳斯达克，绿色的线是标普500，红色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哈。那这个实线呢，也就是这一轮市场，从2021年拜登开始当选之后的一个市场，我们会发现它是这样子，对吧？确实是在中期选举年的最后的这个尾声产生了市场底部，现在又往上走，很快，对吗？基本上呢，就是对这个总统的大选周期市场会怎么走也有个大概了解。那我们会发现，从历史数据我们确实能够看出来，美国的政治周期确实对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它的政策会对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我们大概现在目前呢是在这个位置，对吧？7月份，我们说后面会有一个调整，然后再往上走，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去年呢行情特别好，产生了新高，今年还在不断创新高啊。虽然有很多人讲说，哎，美债收益率倒挂啊，可能会产生经济的萧条，对吧？但是我们在市场当中并没有看出来。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政治的周期可能对市场的影响是更大的哈。那我们说今年的行情哈，如果我们把总统的大选周期，第1年、第2年、第3年、第4年，好，当我们把第4年单独拿出来看，看它的从第1月到第12月的时候，在竞选年的时候，如果现任总统参加的话，它市场预期的确定性会更强，所以它市场会更好。我们讲说最佳的情形的时候是现任总统竞选连任，市场表现最好。所以我们说今年市场到目前来说还不错，咱们还得感谢拜登参选，对吧？虽然他已经老了。那我们说最差的情形呢，就是没有现任总统来参加的这个开放选举年，市场表现非常差，然后波动也比较大哈。我们特别发现后面这个到年底都上不去，为啥？因为你都不知道新人上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再往下看之前呢，如果大家觉得我准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点一个赞或者点一个小心心哈。其实今天的内容呢，我是查了不少的数据，有的数据呢是查了一些文献的。数据呢是我自己有前面的数据又往后算的，全部都是我自己弄出来的哈，确实是花了我不少的心思。如果大家觉得这些数据对你确实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那我们说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哈？我们看呢，如果我们把过去70年这个所有的总统竞选年拿出来，就20个总统的竞选年，假如说这一次拜登连任的话，那我们把所有连任的那些当年的竞选的拿出来，会发现当年的市场是这样走的。如果我们发现现任总统输了的市场是这样走的，我们怎么来看，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是说市场是会感知经济的。
如果市场认为你这个经济确实是比较好，对吧？大家对经济满意，大家对生活满意，它就会往上走，所以它连任的机会高嘛，对吧？那如果前面几个月往下走的话，大家对这个经济不满意，大家生活的状态肯定也不那么满意，那他连任的机会就更少。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讲说，从1月到3月或者4月的一个这样的周期，其实是一个总统竞选的一个预测指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好，那我们会发现2024年到前面呢确实是上行的，那其实呢对拜登还是有利的。我们说市场真的能提前预知谁当选吗？那在过去呢，从1936年以来，现任政党在13个选举年当中11次保持了权力，成功率是85%。好，如果在7月底到10月底期间，如果这个标普500指数下跌，那么这个政党控制的9个年份当中8次会转移，成功率达到了快90%。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从7月31号到10月31号期间，就是总统选举的期间，在过去呢有13次上涨，其中有11次现任的总统就保持住了这个权利，就是他连任了。如果他下跌的话，其中有9次下跌，其中8次他就丧失了这个总统的连任资格，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哈。那我们就可以密切关注一下，今年从7月31号到10月31号，市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哈？看它是不是能够遵循这样的一个高概率来预测美国政府到底是谁是下一任的总统。从我们刚才这个图当中可以看出来呢，目前来看呢，我们现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会预期后面还是有不错的一个行情，可能还是创新高哈。虽然说空间会有限，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提示一个风险。我们看选举周期，它这个涨幅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们单独来看竞选年的话，现在目前已经涨了非常非常高了啊！如果要是有均值回归，也就是在这个总统继续连任这个绿色这个线，它平均市场走势很不错，大概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一次有点太高了，如果它均值回归的话，也是很正常的。好，所以我建议在这个位置，大家对手里的，特别是美股的仓位，要适当的进行止盈，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看法。然后要设置好止损线。如果年底有一个冲高的话，在这个冲高狂欢的过程当中，你最好的出场机会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哈。如果你们有之前看过我之前分析的视频呢，是用别的周期来算，我们当时用美股的这个高股息率的指数，你们还记得吗？可以回去找一下那个视频啊，就是我们发现非常清晰的一个周期，大概也是在2024年的第4季度市场会见顶，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挣到的钱呢，该放口袋放口袋，那留一部分仓位去吃这个鱼尾巴是可以的，但是也要注意设置一个止损线。在周5的晚上9点钟会有一个直播，那讲沙特阿拉伯的基金在我们中国发行了，对吗？这个很有意思，里面大有门道。那我会在周5晚上9点的时候跟大家详细聊。如果这一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小心心。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主页更多精彩视频。